关税战现在好像是延迟了1个月，但如果开打的话带来什么冲击呢？所以我们要提前准备，之后再发生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去把握下一次的机会。昨天和今天我是把握到机会了，大家有没有把握到机会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那好了，我们来讲一下啊，最近的一个很热的关税这一个课题啊。上个星期是 DeepSeek， 这个星期呢到了关税。周末的时候，特朗普呢是如他以前讲的2月1号正式的给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 25% 的关税，然后呢给中国是加征了 10% 的关税啊。当然他要出师有名嘛，不能说我为了要赚多点钱收多点关税，他就说那个毒品因为失控了，加拿大和墨西哥没有好好的管理这个边境，包括非法移民没有好好的管理，所以他现在给一个惩罚性的关税 25%。 这里啊重点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叫关税战，特朗普是一厢情愿的一边来加关税，那当然了，加拿大和墨西哥也是马上有反击的一些措施出来，加拿大也是向美国征收 25% 的关税。虽然美国相对来说这个靠加拿大出口给加拿大的相对的百分比较少一点，但是呢这个形态上其实是双输的，而且加拿大加了关税之后也会影响到美国的企业。不要小看这个好像对美国整体的经济很少，其实只要美国的企业对特朗普说你动了我们的盈利好处的话，那特朗普也是对商界有很强烈的很好的关系，所以呢他也会考虑到。所以不要看到外面说啊美国不怕打关税战啊，在1970几年的时候，上一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美国打越战的时候，其实它的伤亡要比越南或者是中国大陆啊少很多，包括韩战朝鲜战争，但是美国就打就不打了。为什么？就是自己有损伤，美国对自己的损伤是看得很重，人家不怕损伤，但是美国想想哎呀自己不干了。在这里啊美国的损失会少一点，但是我个人觉得他不是说墨西哥的总统跟他谈过电话啦要行动啦，也不是说加拿大总理给他打电话啦推迟1个月，这是个下台阶。所以我个人判断就是1个月之后很有可能会找一个理由再压后，甚至是无限制就不提这件事情了。所以这个一方面可能是他的一个议价的一个筹码，你要跟我谈了。另外一方面他也知道贸易战关税战对两方面都会有损失，虽然美国的损失相对可能会少一点，但是除了美国的出口会受到影响之外，美国的通胀也会回升。所以这个通胀回升的话，看到美国的媒体也在大量的说这个好像关税最终向美国的消费者通过更高的物价来买单。所以呢特朗普也是顺水推舟，下台阶找到了，就说压后了1个星期。一会儿会看一看啊为什么股票市场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包括加密市场那个 Ethereum 是波动的非常的厉害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波动呢？机会又在哪里呢？那现在呢中国还没有跟他谈好，还没有压后说要涨 10% 了啊。那我们也看到中国也是出了2个制裁 strike back 反击的一个措施，一个是调查谷歌在中国的垄断行为，谷歌好像在中国没有开搜索引擎啊，广告业务啊都不在中国的，那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找啊，跟美国要调查腾讯一样，或者是这个制裁中移动中电信一样，面子工程啊，开一个虚炮。但是呢这个姿态是表明了我们也会开炮的，如果真的要开炮的话那就找苹果找特斯拉了啊，所以大家买苹果和特斯拉股票的话小心有这个风险。那另外呢也是对美国进口的原生产地方的一些产品加征关税，但是其实美国这些产品很少进口到中国，包括汽车柴油车这些都在中国本地做的啦，没有在美国本土做了之后出口到中国，所以这个都是在意识形态上给你开了2个炮。现在市场港股为什么涨好多呢？其中一个市场就在预计憧憬幻想习近平跟特朗普之后谈电话，谈完之后也会像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一样开始把这个关税压后。有人在说特朗普可能是想中国要让步给他买下 TikTok， 这个当然是市场的传言，那可能是真的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特朗普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议价过程中有时候是一些虚招来做一个筹码，那中国到最后也是要看看要不要舍居保帅，这里呢是舍 TikTok 保贸易，所以有这个可能。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即使关税现在是叫延后了，加拿大和墨西哥是延后了，虽然中国的
的那10%的关税还没有延后，但是中国也是承受了好多年的关税了。但整体来说，关税对全世界的经济啦、资本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利率，还有整个贸易的赤字等等等等，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这里比较复杂啊，给大家长点知识，以后贸易战再浮现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能去把握。大家其他的不记得不要紧，给大家讲一样东西。如果美国买少了东西，无论是这个关税也好，把这个外面的那个制造业搬回美国也好，它全球买少了东西之后，其实美元在全球的流通量就少了。大家明白这一点吗？美国好像贸易赤字买东西，其实它在出口美元，不要小看美元。全世界这个美元的流通啊是很重要的，就像一个央行在一个国家里面增加货币供应，会对那个经济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美国其实在给全世界提供美元的供应，那些出口的公司赚到美元之后，跟本地的央行换成本地的货币，本地的央行又拿了美元之后去买美债，本地的那些企业换了本地的货币，就是去招聘啦、投资啦，或者是采购啦，这个是会搞活整体的经济的。那现在是美国把这一个全球的美元供应减少之后，这个会给全世界经济带来很大的衰退。那另外一个呢，比较可能远一点的就是当美国购买力少了，在全世界买单少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一个大客户每天把你的那个产量，把你的生意包下来了60%，他放个屁你都要听，他骂你你都要忍受。但如果他买少了东西了，不再帮衬了，变成你一个可有可无的小客户了，那时候他再大声的话，你可能就不睬他了，因为他对你的生意来说呢，占比就少了很多了。所以当美国不再这么大的一个贸易赤字在全世界大量的进口的时候，其实美国在全世界的话语权会少，这个是比较长远一点，可能特朗普自己都没看到。那当美国的话语权少了之后，美元的重要性就少了。所以呢，今天给大家看到为什么这个贸易战一开涨，金价创了新高，2830多是最高。那现在说贸易战、关税战延迟了、压后了，所以这个金价有一点调整，有一点跌下来。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关税战，金价上去，那为什么会上去呢？市场总是给我们一些信息的。那我们要分析一下的话，在打关税战的时候，美元往上涨，加拿大币、墨西哥币、人民币，包括它还威胁到欧罗、欧元区，欧元也是往下跌的。所以强美元应该来说金价会下跌的。那还有呢，就是通胀上去了，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会上去了，国债的收益率上去，金价也应该要跌下来。但是金价没有跌下来，而是上涨的啊。这个在我来看，就是全世界这个市场已经看到美元的地位正在缩小，正在迈多了一步去美元化。过去我的视频里面讲过好多次去美元化，每次都有一些人自以为好聪明，在下面说美元崩溃是没有机会的，现在机会还是少，还是很远。但是市场给你看到金价的涨幅，其实我们正在慢慢的朝那个美元被边缘化的地位正在走。所以好多的人啊，不懂好好学，就不要来批评说好像我是小粉红，觉得要买人民币啦，我从来没有说过。但是我觉得黄金是一个去美元化对冲这个风险的非常好的工具。我们在讲黄金作为一个资产配置一个好的工具的时候，黄金才只有1800，现在是2800了。2100我们出过一个视频，到了2300我们出过一个视频，其实就是看到这一点。我看到的讲给大家听，大家留言就说哎呀我小粉红嘞，难道要买人民币吗？发梦嘞。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留言啊，或者有没有看过我的视频啊，都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有人对特斯拉有兴趣，我觉得特斯拉现在最大的风险，它会很波动，炒它炒上去的也是因为 Elon Musk 是特朗普的好朋友。如果你说哎呀特斯拉因为有 AI 啦，那也有其他的 AI， 为什么就是有特斯拉上去？其他也有 AI 的公司啊，也没有特斯拉涨了这么多。那特斯拉这次业绩报告出来之后，车子的销量、毛利率都是减少了，所以它的车子是卖不动了。最新的数据看到加州人不买特斯拉了，因为加州是民主党的，很不喜欢 Elon Musk 跟特朗普在一起。法国特斯拉的注册的牌子大幅度的减少，特斯拉其实炒了很高很高了，在基本面来说的话，我觉得有点高过头了。当然特斯拉也是个伟大的优秀的公司，我觉得
得啊，波动是件好事情，真正就是这个波动，现在中国电动车啦 AI 啦都是很火的。我们上次也讲过 DeepSeek 这个出现，直到资金开始看中国的 AI 和科技股了。上个星期日的直播也讲过这一点。我们看到这2天港股理论上这个波动，大家能够去看得准的话，跌下来便宜了，高了就卖了，所以可以做到低买高估。所以很多人一听到波动，哇，这是风险了。我们在这个念 MBA 的时候，把股票的波动、价格的波动变成风险的一个衡量，其实不是的。这个波动本身不是风险，这是 Howard Marks 其中一位基金经理讲的。所以这个波动本身有可能第一个不是风险，第二个巴菲特也讲，真正的投资者波动是我们所喜欢还来不及。所以每一次中概股跌了，哇，我是很开心，可以买便宜货了。装备好自己的话，所谓的波动一看不合理，明明不应该跌的为什么跌啊？这个反而是一个带来的机会。所以呢，还是要装备好自己。今天我在港股里面也赚了一点钱，就蛮开心的。这张图呢是给大家看到，就算你是个长线投资者，也可以买到一只好的股票，小米。这是我太太的仓位，我的太太就买了3只啊，一只是 Apple， 08年买的，大家可以算一下08年的 Apple 到现在多少啊。第二只是小米22年买的，第3只是美团。当然最好的10倍股是买了我，在我创业的时候私募基金买了我。当然呢，其实我觉得找到一个好的公司的话，可以是长远投资的。你短暂低买高估是好，但最好的还是买到一个股票之后能长远投资。访问一下，有没有人曾经买过小米，但是在低位，现在看来所有的你卖走的都是低位。曾经你买过一个小米，现在有点后悔。曾经有只小米在你手里，但是你卖掉了，没有好好珍惜它，现在后悔莫及。全世界的悲哀莫过于此。大家如果有的话，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啊。散户一般来说有10个经常犯的关键的错误，输掉冤枉钱是最冤枉了，最不应该了。所以为了大家，我用了1个月做了62分钟的一个免费的课程，不会永远免费的啊，但是我现在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不要输冤枉钱。这个当然是我们10倍股的22天课程的第1天，或者我叫它是第0天，所以免费的开放给大家了。大家可以只看这个免费的，如果你看完之后觉得好的话，又对买10倍股有兴趣的话，那报之后的10倍股的课程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投资自己脑袋。看到现在你也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次见。